新一轮淘汰潮来临。这一轮淘汰不是对企业的淘汰，而是对人的淘汰。不信，看看下面这些规则，你能看懂几个？美国的《赫芬顿邮报》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，向公众提出一些非常离谱的观念，比如太阳围绕地球转，彩票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，个子高的人跑步越容易缺氧等等，让他们做判断。但是结果却令人傻眼，无论一个概念多么离谱，都有20%左右的人去盲目相信。这就是著名的无知1/5法则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一个概念多么的荒唐离谱，总会有20%的人去追随。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的合理性，像电信诈骗、裸聊、中奖通知等等非常肤浅的骗局，为什么我们反复宣传，一再去提醒大家谨防上当，依然还是有那么多人不停地上当被骗。无论我们怎么费心地去宣传，总有那么少一小撮人像瞎子、聋子一样活着，他们始终是愚昧的，一直等着坏人去收割他们。谎言的4种境界：低级的谎言是胡编乱造，中级的谎言是精心编造，高级的谎言是用一半真相包裹一半编造，更高级的谎言是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但是组合起来就是假的。如果你不能推翻一个观点，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，因为任何观点都有不成立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找出它不成立的角度，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观点。同样的逻辑，如果你不能离开一个人，就不配拥有这个人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当你具备可以随时离开这个人的时候，才能奋不顾身地跟他在一起。科学和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，科学可以随时推翻自身，并树立下一个科学结论，然后再等待被推翻。什么叫开悟？当你的大脑里可以同时容纳2种截然不同的思想，并且还没有内耗的时候，就是开悟的时候。一旦抵达这种状态，没有你接纳不了的东西，也没有你接受不了的结果，这时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个故事能读懂的都不是一般人。山羊通过不懈努力，各种跪舔，终于挤进了动物界大佬的圈子。他很兴奋，渴望自己能在大佬的提携下实现人生阶层跨越。这天，大佬们组织野外餐会，山羊也得到了邀请。老虎说：“我带炉子。”狼说：“我带炭火。”狮子说：“我带点调料和签子吧。”山羊也跃跃欲试说：“那我带点蔬菜吧，我自己种的绿色产品。”老虎说：“我们不吃那玩意，你自己过来就行了。对了，孩子也可以带上，就当亲子聚会了。另外，你搞一下个人卫生，狐狸总嫌你身上味大。”山羊听了非常感动，说：“能和大佬们做朋友，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先告诉大家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数据，预计2023年全国新生人口只有788万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788万还不如1941年的全国出生人数，当时数据是800万。要知道，当时全国才4亿人口，而且举国上下还在抗日，兵荒马乱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人们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。而现在是和平盛世的2023，科技如此发达，物质如此繁荣，生活如此富足，简直是天堂一般的生活。为什么年轻人反而不愿意生育了？究其本质，是人们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希望。三体里说，希望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。希望是一个比真理还重要的东西。人可以活在苦难里，但是不能活在失望里。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，不只是因为经济压力，更是因为缺乏对未来的憧憬。人们能不能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其实跟物质没有任何关系，它只取决于一个因素：我们有没有被温柔以待过。而现在大家集体缺爱，社会太缺乏人文关怀。当勤劳不再能致富，知识不再改变命运，奋斗者不再有安身之所，当大部分人都在苟且偷生，为了一堆钢筋混凝土耗尽半生，于是心一横，干脆断子绝孙，不想再让下一代受苦了。这个社会太缺乏人文主义精神了，绝大部分人都在苟且偷生，麻木不仁，人们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。
它如此发达，但又如此冰冷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而活着？这5大终极问题的核心，其实都是一个问题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小巨人，虽然我们的身体周而复生，但是小巨人一直潜藏在我们身体深处。这个小巨人给我们能量，是我们奋发向上的原动力，只是由于我们生活在尘世中，双眼都蒙了厚厚的尘埃，看不清他的面目。古今中外，所有的哲学、宗教、门派、心理学等等，都在教我们一个共同的本领，那就是寻找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巨人。佛家为了找到他，教我们觉察自己的最深层意念，称为阿赖耶识。禅宗为了找到他，教我们不断的内观，审视自己内心，称为明心见性。哲学家称它为智慧，心理学称它为潜意识或者真我，儒家称它为仁或者至善，道家称它为得道或者真人，王阳明称它为良知，知行合一。但愿你能唤醒心中的那个小巨人。男人对女人最高级的爱，就是打开她的视野，提升她的高度，引领她向上生长，让她可以自由绽放，活出自我。哪怕有一天没有了她，女人也会绽放，活得很好。女人对男人最高级的爱，是欣赏他的品质，挖掘他的潜能，找到他的独一无二，带他体验爱的美好和甜蜜，滋润和感化他。哪怕有一天没有他，他因为懂了爱，也会更有力量。最高级的爱一定是互相成全。为什么聪明人不愿意和普通人交往？说得太有道理了。首先，聪明人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普通人思考问题都是一步一步的来，由 A 推理出 B，B 推导到 C， 再推导出 D， 最后得出 E。然而，聪明人思考问题是一步到位，可以由 A 直接推算到 E。这就像开车，普通人的是手动挡，需要一级级加速，而聪明人是自动挡，可以无级变速。聪明人需要和聪明人在一起，才能一起跨越思维和认知的障碍，才能激荡出智慧的火花，才能同频共振。如果他们和一群普通人在探讨问题，就不得不负责反复演练 B、C、D 等等一个个单位，还要去解释自己为什么省略那些步骤，并且省略的如何合理，最后他们自己的思维就会严重受阻。你之所以错过了，是因为上天在保护你。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，就是经常悔不当初。我们总认为，假如事情能从头再来一遍，或者时光能够倒流，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，可以做更加正确的选择，从而经常陷入到一种自责和后悔的情绪当中。其实这是人最大的执念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，每一个决策，都是当时心智水平下的最优化选择。即便事情能重来，时光能够倒流，以你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智模式，依然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人都在碰壁中成长，在失去后学乖，在跌倒后长智慧。与其为过去的选择感到可惜和遗憾，不如擦擦眼泪，继续向前走。我们总认为走其他道路会有更好的结果，其实即使你当初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也会产生新的烦恼。所谓更好的结局，也只是我们的执念和幻想。所谓的重新选择，也只是换一种方法受苦而已。围城里说，你无论娶了谁，只要娶回家里，都会发现这个人不是你当初爱的那个人。其实人生也是一样，人生那么多条路，无论你选择了哪一条，最后都会后悔，总觉得当初其他的道路会更好。所以不要站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，请回到当下，回到你当前的选择，脚下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，身边的人就是最能渡你的人。爱因斯坦说，要打破人的偏见，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。其实人生所有的厌倦和焦虑，其实皆源于那个一成不变的自己。同一个方法，同一套思维，一用就是几十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到最后自己都看腻了，更何况是我们的身边人，更何况这个一直在迭代的社会，他们对我们更是充满了厌倦。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孩子时，教育就会出现问题。
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爱人时，婚姻就会出现问题；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客户时，合作就会出现问题；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领导时，工作就会出现问题；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市场时，公司就会出现问题；当你的升级速度跟不上社会时，整个人就会被淘汰。升级自己的认知和思维，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。常言道：山下歧路多，山顶同见月。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，只要能将技艺达到无人能及的精湛程度，只要攀登到了本行业的顶峰，所见到的明月都是一样的。尽管我们所处不同领域，但是人生的境界越高，所看到的风景越相似。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互相坚持己见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爬得还不够高。在山腰上的人总是各自看到一片天，但是在山顶上的人，一旦窥见全貌，才发现大家殊途同归。凡人都在无止境地追名逐利，认为财富越多越好，地位越高越好，却不知财富和地位都在透支我们的福报。为什么很多人刚一出名，刚一成功就挂了？因为他的福报被透支完了。当一个人红得发紫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的福报全部变现了，人生的尽头已到。大红大紫之日，往往也是大喜大悲之时，能看透这个规律的人寥寥无几。中国人喜欢说一个词叫惜福，就是珍惜新的福报，不要随便消耗它。如果一个人所有福报都变成金钱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事，因为接下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搞垮一个人。做人最重要的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和福报，而且要坚持一点，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名利超过自己的福报，否则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人想要快乐幸福，唯一的路径就是回归良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人人生而善良，但随着长大被世界熏陶，行为被世俗沾染，本性被物欲遮蔽，开始变得贪嗔痴，为了追求外在的认可，日夜不停地奔波。长此以往，内心的那层灰尘越来越厚，行为也越来越迷失。所以王阳明叫人致良知，禅宗叫人明心见性，心理学家说要寻找真我，哲学家说要寻找自己等等，我们则说要不忘初心等等，这些都是为了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最初的我。人人生而自由，但枷锁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还在外求，就是在舍本逐末，人生就会一直漂泊在物欲的海洋里，永远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，成为欲望的奴隶，被认知的监狱终身囚禁。唯有回归良知，才能回归安宁和幸福，才能内心更强大，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内心强大的5个表现：一、牢记关我屁事和关你屁事，将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。2、遇事有迅速恢复平静的能力，绝不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。3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很多别人忍受不了的生活。4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可以笑着回击；知道自己是谁，可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。5、用对自己的确定性来抵抗世界的不确定性。心力、认知力、稳定性是应对一切的法宝。生命有3次大转折，每次都是一场大升级。第一次大转折，摆脱了现实对自己的束缚，不再为了钱而日夜奔波，实现了物质独立、精神独立、人格独立，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人，开始思考精神方面。第二次大转折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，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以及使命，就像刘翔找到跨栏，姚明找到篮球一样，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，直至做出了不起的成绩。第三次大转折，看透了世界、生命的真相，走向了觉醒、开悟、得道，能够从高维俯瞰众生，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随天外云卷云舒。每一次大转折都是生命自由度的升级，每个生命都会觉醒，只不过绝大部分人的觉醒只能在临死的那一瞬间，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透人生的真相，但为时已晚。要搞定人，请记住一条黄金定律，你只要说点好话，就能搞定50%的人；你只要给点好处，
就能搞定70%的人。你说点好话，再给点好处，你就能搞定90%的人。你恰如其分地说好话，再加上投其所好的给好处，你就会搞定99%的人。请记住这段话，这是你搞定人的法宝。如果你做到了这些，依然搞不定对方，对方就是属于那1%的人，你可以成为他的人。为什么一个熬过低谷期的人会很冷漠？因为人在低谷的时候最容易看清人性，看清世界的真相。没有人知道他曾走过的路有多么的无助和崩溃，也没有人在意这个过程，人们只会淡淡地说一句，他变了。因此，人一旦把世事看透了，就会变得冷漠，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了逢人作戏的兴趣。离人性越近，离人就会越远。答案永远比问题高一个纬度，在同一个纬度找答案是找不到的，只能升为寻找。比如，当你觉得需要提升某个技巧的时候，比如写作和演讲，其实是思想和认知需要提升了，因为思想比技能高一个纬度。当你觉得营销需要提升的时候，其实是战略需要提升了，因为战略比营销高一个维度。能够跳出问题看问题，站在高位看自己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力。切记，永远不做别人的奴隶。当你很在意一个人对你的看法，并且以对方赞同你作为你行为的指导，此时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了。这个关系在任何场合都成立，只要你开始在乎对方是否赞同你，你就已经悄然无声间被对方掌控。你越在乎，对方把你拿捏得越牢固。你不知道，当你在百般证明自己、解释自己的时候，你已经中了对方的圈套。很多人就是以否定你为工具，让你逃不出证明自己的怪圈。掌控一个人很简单，不是顺从他、认可他，而是要否定他、打击他，让他自己去证明自己。这就相当于陷入进去了。因为当一个人自己开始证明自己的时候，就好像被拉到了精神病院后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一样，会越说越乱，说得多错得多。真正的强者是可以亲手将自己撕碎再重组的人。我们全身的细胞换一次大概是6-7年，也就是说7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迭代。但是人的思维升级和认知迭代却很慢，很多人30岁就已经死了，只不过80岁才埋掉。他们一辈子都是用同一套思维模式，一生都活在固定的脑回路里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的大脑是主观的，而我们的身体是客观的。客观的东西升级永远都比主观的快，因为主观的东西太有自我意识，太容易我执，太喜欢陷入自己狭隘的偏见里。人们认知的迭代速度远远小于身体新陈代谢的速度，也小于社会的进化速度，这才是人最大的问题和挑战。这是人性里最不可思议的一点。人们普遍认为，要花5年时间做一件了不起的事，然后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是非常漫长的。但如果花40年时间去浑浑噩噩的生活，每天在原地打转忙碌，在一群无趣的人里苟且，是无所谓的。这注定让很多人被社会潮流淘汰。我从未见过一个自律、勤奋、爱学习的人抱怨命运不好的。我也从未见过一个自信、坚持、踏实的人抱怨社会不公的。人们对于外界的抱怨，很多是因为在逃避内在的成长。最厉害的人不是从不失误，而是从没放弃成长。成长才是真正的人生大事，才是我们一生的主题。决定我们成长速度的是我们坚强的意志、开放的思维以及自我审视的勇气。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。世界从不会辜负那些一直在努力并且不断反思自己的人。愿我们都能在各自坚持的道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